概有2.6米的高度，它的俗称是叫做洞熊，是大约距今25万年前到15000年前的一种生物。对，就是比现在的熊呢比现在最大的棕熊还要再大只。对，那它的体型非常的巨大，然后骨络呢它保存的非常好。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种熊叫洞熊嘛，所以它们通常是画面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骨头的结构这里，这样大家可以看清楚一下。对，因为它们的习性是喜欢住在洞里面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它们的尸骨呢，就是会遗留在洞里面，然后经过了数万年之后的埋藏跟变化之后，所以变成了化石。对，那这种化石，对，气候变化，对，然后温度变化，导致于就是它们的本身的骨骼，然后就石化了，钙化之后就变得比较坚硬。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头骨，它的头骨呢比现在的熊都还要来得大。然后头骨下面呢也是一样是7节的颈椎，那这就是我们哺乳动物的标配。对，那这个就是冰晕河时期的灭绝生物的化石。而且最难得的是它很完整，对，能够找到体量到这么大的，然后而且要就是你看头啊、手啊、脚，对，头啊、手啊、脚全部都还在，所以这只就是品相非常完整、非常霸气的一件拍品。但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它手骨的这里有一节突出，其实你看两手，它这两节都有骨骼突出的部分。对，他们好像是，对，他们好像是6爪的，对，就可能跟现在的熊不太一样，那可能是早期的演化所造成。可是我们手掌下的你看它等于手下面这里又多了一节东西，所以蛮奇特的。对，就是现在我们可能看到的现有的这种熊的物种身上都看不到这一块，或者是说它已经退化变成这个蹼了，也不一定。但是就很特殊。好的，那我们接着呢，我们往熊的后面会有一块，这个呢叫做细化木。那它的时间呢，大约是2亿年前的木化石。我们讲比较通俗的讲法，它是木化石。那它的这个重量非常的重，因为它基本上它已经怎么讲，就是矿化嘛，或者是说称为玛瑙化。玛瑙化，对，就是它是2亿年前的木头。对，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纹理，其实它等于是整块都已经玛瑙化的木头了。其实这一块无论是立着摆在墙上，或者是拿来做茶桌，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合适的。对，很像一个当代艺术的那种装饰。对，那加上它的时间是真的非常非常久远，但这不是最久远的，待会我们会看到最久远，这大概2亿多年前的一件木化石。然后再来呢，我们再看它隔壁的这个颜色比较沉稳、比较深色的这个叫做海百合，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一般人比较熟悉的侏罗纪时期的，大概距今1亿多年前的一个海生植物，叫做海百合。对，那它通常像这件，它的产地是在德国。对，那德国出产这种就是比较造型比较柔美、比较优雅的海百合。那它通常是因为它过了那个时间以后呢，他们在油页岩里面就是遭到了高温或高压的矿化之后，形成出这种黑结晶的这种结构。那像这一件呢，也是非常适合就是居家的时候，如果有做装潢装修的时候，像这一类的拍品呢，其实是蛮适合做装饰的，而且就是从这个作品来看啊，就是说我们这幅画石来看，其实它的这个线条很柔美，其实很像这种现代当代的画作。但是作为居家的装饰，你可以把它镶嵌在就是玄关进去的地方，或是说你有一个茶室，你把它作为就是这个嵌在墙上，都能够符合其实现在人生活的这个审美的需求。而且任总，我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会有这么大的鹿角？这是现在的鹿角，还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冰河时期，就是距今没有到太久啦，大概就是几万年前的
冰河时期之前的哺乳类动物。它基本上它叫马鹿，就是汗血宝马的马，然后麋鹿的鹿，对，然后另外一个名称叫红鹿啦，就是 red deer， 对。那它特别的是它的脚就是长得非常的嚣张，非常的壮阔，对。那这件它的产地是位于乌克兰第聂伯河沿岸，对。那它的时间大概因为它哺乳类嘛，所以其实距离我们其实也没有太久，对。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隔壁的这个鱼龙的这个化石。这个鱼龙很嚣张它的这个骨头结构拼凑起来之后，就是感觉它以前其实就是很多就是关节的部分，它整个这个串联起来很精彩。那而且看到它的前肢地方，其实跟现在看到的鱼的它的这个就是其实它鳍的退化也不太一样，因为现在的鱼它其实鱼鳍基本上是没有骨头的，但是它的前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的鳍是有这个骨头的这个存留，其实是很特殊的现象。对，那而且它的这个牙齿，这个看起来是很锐利，感觉就是肉食性的，对不对？那个任总，你帮大家介绍一下。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鱼鳍就是有点像那种葡萄串的感觉，其实这种就是大自然遗留下来的一种美感吧。其实它也是蛮当代，也非常有艺术性的。对，那这个就是有点像海豚的一种龙，那它也是很早就灭绝了。那这个产地它也是德国，那我们的价位来讲，其实都算是还蛮亲切的，因为这几年欧美的化石的市场其实是蛮火红的，对，所以这件东西基本上在台湾，那价钱基本上也是非常的实惠，就是可以给各位常友多多参考。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别，那个我们刚刚我们讲到鱼鳍嘛，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个，就是比恐龙时代更早的一个鱼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鱼龙的鳍肢，像刚刚那件就是比较小的，那这个的话，它这种鱼龙的体型呢，非常的硕大，所以你看它的鳍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巨大。那你看它的那个葡萄串的感觉，其实是真的非常美的，对。然后再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产于加拿大北方，就是加拿大北方的采斑菊石。这种菊石呢，它的生长环境也是大概8000到1亿年，8000万到1亿年前的菊石。对，那因为矿化的里面的一些化学的成分，导致它矿化的时候，就是产现出这种色彩斑斓的效果。对，那通常呢，因为它受到地壳的变动，这种完整型的非常非常的少见，如像我们那么大件的，然后那么完整的，其实是非常少见。而且这件我记得在苏富比类似的东西的拍卖价都远高于我们的起拍价的2-3倍以上。对。那据我们了解啊，就是蛮多香港那边的一些风水上面，其实风水师会用这种菊石来做一些摆设，跟一些就是做一些风水上的一些配置。对，所以有一种财运的这个加强。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真的非常的绚烂美丽。然后这个菊石也是我们其中一本图录的封面，就是我们把几个宋代的茶盏放上去，其实我觉得那个效果也挺好的，可以给各位常友做一点参考。然后这件鱼呢，就是产自意大利，大概距今7-8千万年前，那等于是鱼类的祖先。对，它的结构也是非常的繁复，可以看出造物者的伟大的地方。对，这个可以稍微带过。对。然后这边呢，这个就是巨齿鲨的牙齿，因为巨齿鲨它基本上是个软体的动物，所以我们很难能看到它的
长相跟他的化石。那他的唯一能够留下来就是他的牙齿，对，那这牙齿非常的大，这个在苏比佳士得也是价位也是挺高的。那我们这边因为台湾一些厂家早期的收藏，所以价钱都是非常实惠的，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对，然后再来这边就是菊石的系列，这边大部分都是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一些出土的各类的菊石，那可以给各位藏友看看。对，我觉得这好有意思，然后再来就是超有意思的。对，再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外太空了。对，然后脱离地球了。对，这一件呢是一件。这件是一件橄榄陨石，基本上陨石是分两种啦，一种是石陨石跟铁陨石。那这件特别的是在于说，它除了金属的铁陨石之外，它的石陨石的部分是因为透过就是陨石在透过大气层的时候，受到高温高压的燃烧，对的摧残之后呢，会把一些石头的部分就是矿化。所以我们透过光可以看到，它其实它有些实质的地方已经矿化成就是橄榄石的感觉。对，所以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石铁陨石啊。那我们这一件的话，我记得它是在就是这件陨石的编号是有的。那它是落在现在的俄罗斯。对，那我们我按到这个是没关系哦，配合按到没关系。另外一件这件是对，另外这一件是产地是美国，对，产地是美国，然后它是于1881年的时候发现的，是美国的堪萨斯州。那基本上这个石铁陨石是比较看起来也是比较漂亮，然后加上它里面会有一种特别的元素，是地球很少见的，是一个一的话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衣服的衣。对，那这些陨石其实是算蛮特别的，也给各位藏友参考一下。然后谢谢我们任总带我们这次认识了这么多自然科学的藏品跟器物。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也回到我们云章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门类，像一些高古的铜器啊、玉器跟瓷器。那这一次我们其实最精彩的应该是高古铜器，对不对？高古铜器类的，对，没有错。那其实像我们高古铜器这一次几件这个铜器，其实除了来源传承都很明确，而且也算是比较稀少的物件。那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这几件就是有名的铜器。那这个在青铜器部分呢，其实这件我们接下来要先介绍的这件是一个鼎，然后这个鼎呢就是大家有看过，大家相信应该是知道流体字嘛。那流体字是一直就是这个民国时期非常有名的这个铜器的藏家。还是我来介绍一下流体字。对，流体字是这样，流体字他的爸爸是刘秉章，那他基本上是晚清淮军系的，也就是李鸿章的部属。那在1870年中法战争的时候呢，他算是就是清朝这边的主要的参战的官员。那他在参战前呢，把他最小的儿子刘体字就是送到他老长官李鸿章家里面，就是受到李家的最完整的私塾教育，包括中学西学，所以他算是最后一代就是受到这种传统儒家士族教育，还有西方的新式教育的两种教育下面所成长的一位人士。对，所以他的学养跟他的学养是非常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那在他早期的，因为他早期生长的环境呢，导致我们可以慢慢往里面好了。对，就导致他对于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一块文化是非常的有情感的。那在他长大之后，到了民国之后呢，其实他陆续都收了非常多非常有名的青铜器，那包括了如今台北故宫的
台北故宫的青铜器里面呢，大概有1/3以上都是在民国西元1930-40年代，就是跟他购买的，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拍卖呢，刚好有一件是他明确是由于他注入而来的一件方鼎，对，那我们可以从这边稍微看一下这件，对。看一下这件精美的这个方鼎。这件就是饕餮兽面纹的一个方鼎，那它的四面呢都是一个脸非常大的饕餮纹，对，饕餮兽面，饕餮的兽面，对，然后包含在4个足下面，对，也都有这个兽面的纹饰，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一件东西造型呢，除了独特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在它的足徽，就是它足徽的纹饰的部分。足徽这种。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散鸡方鼎。那大家对散国呢，其实这个国应该不陌生。那像为什么会说不陌生呢？其实在这个我们台北故宫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器物，叫做散氏方盘。那这个 OK， 散盘的话，那件散盘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件也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青铜器。那它虽然是个盘子，但是它上面的记名上面呢，就是明确了记载了，就是当时西周王国附近的一个散国跟另外一个叫仄国，那个仄有点难写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我们的图录，我们图录上面都有，就是两个国家对于领土上面的一些纠纷，然后他们最终的结果，他们把所有的文字呢记载在那个盘上面。那件散盘其实就是就是台北故宫算青铜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藏。那这件好巧不巧，就是我们收到的这件呢，它是散鸡鼎。那它里面写的是散鸡坐宝方椅。散第一个字，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就是散，就是分散的散，对。那散鸡是一个女性，对，因为它是鸡，就是姬姓的姬，一个女，然后旁边一个臣字，对。那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在西周以后呢，很难得会有看到为了女性而制作的青铜器，尤其是像方鼎这种等级如此高的器型。那这是它本身上面一些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地方。那再来呢，你想到这个女性做青铜器，你会想到谁？就是富豪啊，富豪没有错。所以说，那说明了当时散鸡在整个社会结构上面，它一定是有相当高的位置。那接下来除了这件方鼎之外呢，还有我们再看一件方形的器物，一个方豆。对，大家看过来。那这件方豆呢，其实也相当的难得。那这件方豆呢，它是这个处世的风格。我们可以从它这件方豆上面可以看到，它其实是镶嵌了红铜，然后上面带有这个走龙纹。那最精彩的是，就是它的这个方豆上面的盖子这里呢，它这里的口在这个沿的地方呢，其实它有做了这个兽面的扣。那这个兽面呢，其实它非常的其实它的兽面做的非常的非常的细致，而且有霸气。你看它的上面那个角很张狂，对，我们请拿下给大家看一下。对，然后它这件方豆呢，它做工相当的细腻。除了在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顶部的部分，然后在这个四个顶呢，其实它做了4个钮的部分，它也是要做龙纹，而且是交叠的龙纹，很有意思。当时楚人其实在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真的特别的有巧思。然后再看中间它有个纹饰，其实等于是战国晚期衔接到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从汉代会看到一些士地纹，但是士地纹早期可也许在战国这个时候，它就留下了这个纹饰啊，非常的特别。那像这样子方形的豆呢，其实不要说博物馆了，就是市场上其实能见根本就
就是根本就真的没有几件。那现在包含在国内的博物馆啊，还有全世界博物馆里面，就是要找到这样精美而且是方形的这种就是烹煮器，我们讲豆，屈指可数，大概10根手指头以内绝对数得出来。那加上这个方豆呢，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大行云中居张伟华先生早年在这个香港所购得的一件非常精美的这个铜器。那这一次呢，这个你看这个器身呢，就是满满的这个红铜镶嵌。包含纹饰，包括这个龙纹，包括后面的这种类似工字配的工字形的这个图腾纹饰，这个都是比较典型，就是战国时期的一些特征。那加上您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4个钮呢，这4个钮大家可以从里面可以看到这些焊点，那也可以去证明说，当初已经在战国时期的这种焊工其实已经出现了，而且是非常明确的出现这样子的形制。那像我们刚刚看的这种子母扣的工艺呢，大概也是从春秋以来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资料，也有这样子的器物出现。所以这件呢，除了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别，因为它主要是方形的豆，那加上就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嘛，所以大家思想上面还有包括艺术上面都有一些蛮多的迸发出蛮多的创意跟。就是承接了西周以来的那种古典之外呢，又多了非常多的创意，而且创新。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你看它上面是方的，下面是圆的，就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一个时代特征，其实是非常华丽的。对，那个非常奔放的一个时代，思想很开明、很开放。那看完这件方豆之后，其实我们现在讲有跟方的东西有关，那我们再看一件跟方的器型有关的一个铜器，就是这边有一件爵杯。那这件爵杯呢，我觉得我们晚来的张总一定要好好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爵杯的特殊之处。是，Hello， 看连拍直播的朋友大家好。我姓张，我不姓石哦。然后那个很高兴啊，就是这次有收集到几件很精彩的拍品。像这件爵，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它比一般的爵都要大。其实到了在商晚期，其实一般目前看到最大的爵大概是富豪木的，大概有26公分左右。那这一件呢，其实也有到超过23公分。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绿锈，然后有的上面还有一些红斑。其实它的红斑绿锈非常的漂亮，然后它的锈蚀的过渡很自然。然后这一件其实，然后可以看得到，它这兽面是带蘑菇角的，这很典型的就是商代晚期，可能是殷墟期的特征。然后它的龙，可以看到这个兽面是像龙一样，然后它的很有想象力，它跟一般的兽面不太一样，它的身体延伸到后面，它是可以看到有翅膀的感觉，对，像是一只会飞的龙，对，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整体都是有纹饰的。然后呢，这件除了大以外，还有纹饰非常漂亮，典型的3层花之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上面的这个柱子啊，这个蘑菇角，一般大家看到的是菌状的蘑菇角，就像我们斜后方有一件甲。可以镜头帮我们切换一下，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件是商代中期的甲，看到这类似像这种的蘑菇角，三角形圆形，对，圆形的菌状的，对，就像那种香菇啊那种菌状的角，对。但是呢，这件大家有没有看到，是这种方形的，这种就像是学者会说这个就像是宗庙造型的。那这种一般只出现在非常最高级的器物酒器上面，像方乙、方甲这一类国宝级的器物上面。那目前呢为止发现的这种带这种柱，对，方形的柱状的柱的这种，只有发现过两个，一个出土在陕西的从化县，
好，那另外一个是日本藏家收藏，收录在日本藏支那古铜精华里面。对，所以说这一件是除那2件以外，我们可以找到第3件，非常非常的特别。那以它的这个高度跟它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方仪这种宗庙形式、宗庙屋顶式的柱来看的话，这肯定是王侯级别的，级别是非常高的。对，然后这一件也是在日本升级到的。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除了这些特点以外呢，其实它的这个判耳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字的，可以帮我们打一下光吗？不知道这样大家是不是能看得清楚？有2个字，上面的字是类似像2个三角形结合在一起。好，大家有看到吗？这个。好，那这个字是一个族徽，怎么解释呢？就是有人把北京社科院曾经有老师把它解释为戊，1、2、3、4、5的戊，但是没关系，就是不管它叫什么，也许有争议，但这个族徽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出现的一个数量不是很多的一个部族，可能当时的一个方国啊或是什么的。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这个会稍微有点不清楚一点，一个雅字形。那大家知道，就是只要有雅字形的族徽出现，雅字形就是会是标志的它可能是跟他在商王室里面，在王朝里面负责的某种职位有关系。那这些职位通常都是跟商王有密切关系的，所以雅字形的东西，有雅字形的铭文，就是通常这级别都是非常高的，都跟商王有很密切的关系。对，所以它这个族徽也是非常特别。对，然后这2个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复合式的族徽。对，这也算是数量非常稀少。对，那就是所以说整体来说，这件东西珍稀性很高，对，非常的稀有，然后强壮啊，健康，对。那这个时期，这个铜器如果说没有经过修整，其实是很困难的。那这一件呢，我们刚说它的健康，那这件其实并没有经过什么样的修复跟这个整理，那等于是说它的完整性相当的高，对，而且主要它的价格还很合适，没错，对。然后大家就是给大家再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再开放一个福利给大家，就是像我们这件方鼎呢，其实大家看到后面有一个全形踏，那这个全形踏呢其实是没有的，是我们这边派人呢到潍坊，就是经过数月的学习，然后呢才能获得的，就是一件就是才踏出来的一件这个拓片。那今天呢，只要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方鼎的拍卖，能够镜头取到这个方鼎，那后面的这个拓片就会附赠在这里面，让你们可以就是带回去，就是能够拥有这件东西。因为其实像现在你要在外面要找到对应的器物跟对应的拓片，实在是非常困难。那像在以前，在这个清朝宫廷里面，你说只有乾隆皇帝在收藏青铜器的时候，他会有让一些就是里面的能工巧匠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感受。对，那我们接下来再带大家去看一下你补充说明来。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补充说明，介绍一下再补充一下这件散记方鼎。大家看到这个兽面这种 T 字形的角，有的可能需要点想象力。它的这个角就是像 T 字形一样，英文字母 T 字形。然后它的角稍微细长一些，这样的形制的方鼎呢，目前发现的其实都早期，很明确就是陕西虞国墓地，就是朱元沟那个西周早期的墓地里面出土的，有出土一件相仿的形制。此外呢，就是伦敦苏富比在2015年曾经拍卖过一件吴大成旧藏的方鼎，比这个尺寸略大。这一件尺寸是
2.5，那一件好像是25、26左右，所以整体来说，就是这个形式的方顶是非常少见的。而且呢，大家知道散式盘吧？对吧，童总？对，刚刚对这个有讲过，对，介绍过散式盘的重要性。对。那大家知道，其实除了闪示盘以外，散国的东西还曾经在道光海之光绪的时候出土过一批，大概是8件散帛簋。但是不管是散式盘或是散帛簋，都是西周晚期的。那所以这一件散击方鼎呢，同时它的重要性也是，它是目前已知散国的铜器里面最早的一件，年代最早的一件。而且呢，它可能也是唯一能够流通的散国的器物。所以呢，闪示盘我觉得我们大家这辈子应该碰不到，没有机会可以拥有了。没办法摸到，我们对，但是呢，不管是出于研究的目的，或是收藏、珍藏文化，发扬我们就是中国古典文化，这件散击方鼎，您还是有机会可以，就是把它收藏在手边的。对，所以这件事真的是非常珍惜，然后可能也是我们拍卖行5年多来收到的数一数二吧，可以排到前3甲的青铜器。而且来源注入非常的清楚，对，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往前走，带大家去看一看其他东西。那其实，我觉得呢，这次呢，其实东西其实挺多的，但有一些东西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多多少少可以关注一下。像我们现在右手边就有一件漳州窑的这个观音立像，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观音像呢。一般就是要做到很大很困难，因为瓷器的烧造，你要做到越大，而且线条越柔软、越这个细腻的地方，其实非常的困难。那这件呢，就是一个我们清代的漳州这边所烧造的一件观音像，体量非常庞大，非常的就是说到，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就是礼佛的需求啊，或是对观音有特别喜欢的。这个藏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那这件我们的这个起拍的价格也很亲切，也很合适。然后带大家来看一张这个书画的作品。我们现在眼前呢这一张呢是这个张大千的这个泼彩的作品。那这张作品呢，创作于就是大概在1969年代以后，就是介于就是1969到1971之间。怎么知道它是1969到71之间的？其实大家来看一下这边这张画作，这里有一个可以居的这个印章。那大家都知道，可以居是大千先生呢到了这个美国加州之后，在加州这边住了大概2年到3年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因为当时可以居的地方，他刚到美国，然后所以那个住的地方其实还在规划，那所以他才会说，可以居，代表说这地方他能住，但是并不是他最理想的状态。那同时间，他也在这个巴西这里购买他另外一个就是园子庄园，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所谓的巴德园。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情影可以看得出，就是当时就是在加州时期所创作的这个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它在画什么地方呢？其实，当时因为大千先生呢不断的往返加州跟巴德园，因为当时因为装置就是这个地方装置的需求，所以他往返2地。那再加上那个时候，他不断的就是创作，就是说把这个中西合并做这个泼彩的这个技术呢，不断的在做调整。那其实最特别是因为泼彩其实主要表现是以用抽象的技法来表现具体的东西。但是因为当时在加州尤其就是我们强调就是在加州这个时期，它还保留了一些就是中国书法的一些笔触，它会填画一些房屋啊、树木。那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就是它在融合中西时期这个2种画作的一个时间点。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它这个蓝色跟绿色呢，颜色都非常的强烈。那这个地点呢，它画的就是巴德园的五亭湖。那为什么会说，就是因为其实在大千先生在留下的字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
看过一些就是在加州时期大千先生所创作的这个所谓的武亭湖的泼彩画作上面，我们根据上面的这个布局来看，就说包含这边的亭台楼阁，还有树，还有坡，还有这个任何一些东西的位置跟山的位置去对比，才对比出原来大千先生这个当时呢是创作的就是他的武亭湖，那这是武亭湖的一景的一个角度。那当然这件作品呢，我们也就是在寻找说，是不是可能在加州时期会有没有这个出版或者注入？但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呢，其实除了说大千先生有赠予一些他的朋友啊，或是有求画人，他才会去题写一些东西。那他个人创作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讯息。那所以我们就很没办法从这个以前的旧资料里面找到。但这件画作呢，其实在1995年的时候，台湾的傅森老师呢，其实也帮这个画作呢，就是也题写过了啊。傅森老师也帮他做了一个就是这个认证啊，认为是这个大千的作品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傅森老师的鉴定签款。然后呢，也说了，就是大千于1969年后移居美国加州科技居所做。然后这个最后就是所说的他适用的西方色料是亚克力色料，跟书法也都是苍老的，也就是说是这个本人所写，真迹无疑。好，所以说这一次呢，能够征集到这件大千的作品呢，其实也是很兴奋，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分享。那除此之外，佛照像的部分呢，其实还有一件我们其实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眼前这一件雕塑呢，是一件大概将近70公分的这个铜雕佛座像。那这一件造像，其实大家可以从它风格来看。可以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在明代这个时期的一个释迦牟尼佛座像。但它的这个所住的地区呢，是在我们现在的越南，在当时是所谓的安南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脸啊，虽然说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中原就是我们所谓的汉地的造像有点出入，但是呢，其实他的脸相开得非常非常的好不但就是说，就是他的眉宇其实很这个庄严肃穆的，然后一点静静的微笑。其实就说我们不去看地方的话，其实雕塑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要能够感动人心嘛。那其实这件作品，其实我们在看他的鼻子跟眼睛的部分，其实它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云南这里大理的感觉。其实我们不要去看他这个高额头的发髻这块部分，如果我们只看下半部的脸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点地区色彩，就是这个在大理地区的这种造像。那这件体量硕大，品相完整然后这个开脸也相当的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件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北齐时期的这个石雕的这个佛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北齐造像呢，其实就是这个柳叶眼，然后呢，而且他的微笑呢是非常的，就是轻柔。而且大家其实在这件雕塑上面，其实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麻烦从侧面拍一下，你看它这个嘴唇，其实是很立体。可以再看一下它的这个眼睛跟嘴它这个嘴所雕刻出来的那种真实跟细腻程度是相当的高。然后呢，包含它的这个头髻的部分呢，其实在北齐这个时期也是非常的典型。然后大家看完这一区之后呢，再大家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拍品。
那其实我们这次拍品其实相当精彩。那除了就是这个铜器之外呢，还有这个宋瓷。其实我们这次精选的这宋代瓷器呢，其实不少，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从我们有所谓的定窑器，然后就是说这是白釉的器物，然后呢还有这个钧窑出来的器物，这个钧瓷的这个如意形的枕，这个是相当的少见。虽然说它是一件修复器，但是这么大件要到完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然后还有这个看一下东沟窑的一件绿釉的寿厨的炉。大家知道，就是东沟其实是离这个汝窑跟均州相当近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呢，其实包含到现在，就是东沟跟张公象窑所出的，跟还有钧窑出的绿釉的这个瓷器呢，其实大家都还在就是认识当中，因为它们的相似度其实还是有点高，但细看它不同性的地方的话，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到不同。对，然后这次包含这一件这个龙泉窑的从事品，难得少见，是这个南宋相对早期的一个物件。然后旁边有一个耀州窑的这个斗笠的展托斗笠展还有带托，这件相当少见。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件，对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件特别的不一样，特别特殊。因为什么要特别分享这一件呢？因为大家知道耀州窑其实到现在就是它的窑址就是像这样这件红油滴的这个展呢，其实要找到它的窑址，目前窑址是还没有被发现的。那所以说能够现在有一件完整的，大家看一下它的底胎，这个完整的底胎，然后包含了它的这个油滴的这个釉面，红中带紫这种感觉。那这个茶盏呢，配上耀州的这个黑托，很难得。那为什么会说就是耀州它的东西非常难得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陕西吕氏墓里面，就是说它出土的物件当中，才唯一发现就是1到2件是这种红油滴的这个茶盏。那到现在都完全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耀州窑址说有烧到这样的东西。但在一个西安的工地上面，当时在盖这个道路嘛，那有发现到一件就是这样子的耀州的残片，那就是没有窑址，很可惜。所以说一件耀州的整器，告诉大家非常非常非常难得，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这一件可以说是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就是说它是名贵或是多昂贵的品种，但是它特殊，它少。那尤其是像这种油滴不可控的这样子的瓷器呢，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其实大家应该是可以更可以重视这一块，因为你要找到这样的产品，你要找到这样子的建盏呢，已经够难了，那就更不要说其他窑口能够找到这样子的物件。好，大家我们再往前看。大家其实会比较特殊一点，就是有一件这个钴蓝釉的盘口瓶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盘口瓶这个器物呢是从隋代就开始有了，但是呢隋代衍生到唐代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变化。因为蓝釉其实它是一个进口的釉料，其实在唐代早期的时候是非常昂贵的。那到了其实就是说当时做蓝釉的素器不多当时的其实最早其实从蓝釉的素器开始。那蓝釉随着它的品质改变更换，其实它的色彩的浓艳程度其实不是不好掌控的。那到了这个唐代唐玄宗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这个三彩器其实都是从唐中期，就是说玄宗左右才开始出现的名贵器物。其实他们的蓝釉其实都很少，相当少纯
蓝釉的器物都是用来点缀。那所以说这一件呢，唐代早期的这个蓝釉的这个盘口瓶呢，我认为呢是非常的稀有，非常罕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件牌品。然后再往前带大家稍微看一下，那包含在宋代瓷器部分呢，其实我们这次呢物件准备了，其实征集的其实也蛮多的，有一些济州窑的物件，大家可以看一下，满天星，这个还有这个带妹纹还有这个印纹的这个济州的福寿安康的这个字样的印花的茶盏。然后涂山窑的带妹纹的一个小盏托的泡泡盏，然后钧窑的杯子，然后耀州窑的绿釉标准耀州绿釉的几个器物，大家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唐代拱线的这个绿釉的印纹的这个小盏托小托盘，可以看一下。然后精彩的就是这一件，但是呢，这是这个明代楚州龙泉窑的一个大盘。那其实这个大盘呢，其实它的做工其实是非常细腻，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唯一比较可惜就是当时它这件有破损有修复，然后当时是在日本做了这个银扇，就相当的可惜。不然以这件大概50多公分的盘子呢，可以说相当的精彩。对，然后再大家看一下这个古玉这个区块呢，那这古玉的这个区块其实东西也不少。那这一次呢，我们所准备的物件里面呢，在古玉器方面呢，有一些有趣好玩的小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先带大家拿几件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大家看一下我手上这一件一个商代的禅纹的玉勒，因为这几年就是市场上古玉器呢其实是非常的蓬勃，那许多精美的就是古玉器呢，其实在市场上被许多人所追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小的禅纹勒，造型很精彩，然后而且这边这个禅纹。然后拉到下面旋纹，跟它这个做这个喇叭形，其实有点像酒樽的感觉这件很精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件，这个方形的这个玉勒，然后这个方形的也是商代的禅纹的玉勒，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也是4个边缘的部分带有了这个禅纹，然后上下带有旋纹。像这样方形的玉勒，其实一般来说在勒方面，大家常见的还是圆形。那在方形器上面呢，其实这件少见。对，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看2件这个西周的东西。大家看一下，其实这是2件这个西周的这个雕刻物件，然后大家看一下其实它因为它有一点反金，其实当然我们其实到现在也不能说当时是不是有这个漆金或是当时的做法，但有可能它就是它就是反光这部分有些咖喱光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对，那像这个部分呢，其实最特殊就是它的材质，为什么会有这种咖喱光呢？因为这个是所谓的蚌壳，从蚌壳的薄片来做这个雕刻，它的就是凸起的这个阳线呢，其实就是很标准的西周的玉器的做法，对不对？相当的特殊罕见。这是一只凤鸟，大家看到它的头在这里，前面有勾绘，然后前肢凤纹凤尾，然后呢，这是一个龙纹对龙纹很精彩。然后再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件，这个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一件这个作品。那它是一个汉代
就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建制，其实好玩。应该说就是这件作品呢，当然在玉质方面呢是比较可惜一点，当然大家会追求的就是一个白玉，或是更好的玉质。但是呢，这一件呢，作品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除了上面有铁锈之外，它还带有一些这边一个木片。也就是说，当时这件东西在就是脱离它原状况的环境之后，它还带了一些环境物在器身上面，其实很难得。因为像这样子的建制，当然在市场上如果大家要找就能够找得到，但是你要还原当时条件的这个玉器的这些环境物呢，我觉得是值得就是说大家可以关注的东西。好。带大家来转一转，看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然后，像跟玉器有关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件玉琮。那这一件呢，其实它是一个良渚文化的玉琮。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它上面怎么会有镶嵌掐丝珐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呢，在清代宫廷，乾隆皇帝当他这个当政时期，其实他让造办处做过几件东西，他把这个他找到的也就是说当时所找到的这个良渚玉琮呢，他把它当成是一个瓶子，然后呢，他用这个造办处的工匠呢，让造办处工匠去做一些掐丝珐琅的铜胆，然后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清代工艺，然后还有一个紫檀原作。配合上这个良渚文化的东西，其实乾隆皇帝其实当时也是很有艺术天分，我们必须是这么说。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旁边呢有人可能会问说，旁边的这个杯子是什么杯子啊？这个是汉代的这个晨露杯，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杯子上面呢箍金口这个有铜鎏金的这个金片箍在上面。其实状况，其实它出土情况可能稍微差了一些，但是我们不好意思，帮我拿一下这一件，一件就好。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件，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在口沿上再开一层薄薄的这个它薄薄留地之后，再来包一片。这个铜鎏金的金片做金扣箍口，然后底足也是。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工艺呢，在当时其实很不容易，所以可以从这件杯子可以看得出，当时墓主的这个位阶呢相当的高，可能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王侯将相。然后呢，我们下面这里呢，就是也有这个一些。这个所谓的甲骨，那甲骨部分呢，我们有这个释文，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张总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有趣的就是内容的部分嘛，大家都会想知道。那我们请张总来跟大家说一下，提一下几件，就是跟这个我们所谓的商代的商王时期有关的的一些内容。嗨，大家好，很荣幸又跟大家见面，好，然后这边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几件商代的甲骨。那大家知道，就是其实甲骨它是商代，主要是商代晚期，就是用来占卜。对，那因为商王就是比较迷信嘛，他们就是动辄得救，会希望要。不管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占卜一下，然后呢，这一批甲骨呢，它虽然不是，好，我们把它拿出来，好，慢慢的，好，不好意思大家，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上面有很多字，虽然它不完整，那有的可能是龟骨，有的可能是这种。牛甲骨这样子，或是大型哺乳类动物的。那
我可以挑个几件比较特别的啊，像这个，它是这2行字，但其实我必须要坦诚啊，就是甲骨我也不是那么专业，但是它有些其实不容易识读，因为它常常它在这个甲骨，它问卜问卦问完之后，它会有一个验词，验词就是会，比如说它卜吉凶，卜的是吉或是凶，它会写在另外一边，但是因为如大家所见，这甲骨已经残了，所以我们通常是看不到它验证的地方。那像这个写的是19，是在9月，读法应该是从左边由上往下读，就是第一个字就是在9月为王什么什么，然后王田，那田就是田猎的意思，那所以他这句话，这个卜辞的意思应该是说，在这一年，在9月的时候，王那个不知道怎么了，然后他去田猎，那下面就是他这个就字就看不清楚，所以像这片甲骨就是很典型的伤亡的甲骨，记录的伤亡的故事。然后他们的生活其实很惬意了，都是在问一些什么，比如说田猎的话，他就是问说，今天我去打猎啊，那会不会猎到什么动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好，那我可能再挑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哦，像这一篇字就是密密麻麻的字。好，然后这一片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宾族的商代晚期宾族的甲骨。那宾族的甲骨是甲骨学者他们透过真人，就是帮商王去占卜的那个人的名字，然后辨识出来。那宾族的甲骨就是现在是确认是商王武丁时期，武丁就是那个富豪的，传说中那个富豪的那个丈夫。对，那像这个就是写的就是我看一下他写的就是一直反复的问说就是他祭祀祖先是不是没有无咎，就是是不是没有灾祸。他们因为商代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认为如果自己生病啊，或者运气不好，一定是祖先降灾给他们，是不是得罪祖先了。那像这一块也是类似的意思。对，然后像包括这一块也是像也是类似的。这一块是问说就是是不是类似降雨啊，还是降雪？对，但我不确定这个字是雨还是雪，或是类似冰雹这样的东西，就是当时的一些气候的现象。对，那所以说，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商代是很迷信，而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本身就是这些记录了当时的可靠的一些人们，特别是高级贵族的群众的心理。我们可以由此知道说，当时人心里想的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对，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从事古代艺术品的这个行业，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透过这些没有生命的以及没有生命的东西，石头、铜器、陶器、瓷器，我们可以去想象各种不同的媒材，去想象当时古代人的生活，然后从中提炼出来的是关于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些精髓。